用语言来说服别人的技巧，其重要性不仅在国际外交中得以显现，更是在我们的日常社交中体现出来。善于表达的人往往能够与各类人交往得心应手，因而备受欢迎。今天新觉要分享的是鬼谷子9大说服术的要诀，让你轻松地说服这世间的9种人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明悟的频道，我是新觉。鬼谷子，姓王名许，又名王禅，号玄微子，道家代表人物，是中国古代政治、军事和谋略领域杰出的思想家，著有《鬼谷子》一书。他以其卓越的智慧和策略才智而著称，他的思想为现代管理和领导理念，特别是在战略性思维、灵活性和创新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启发。《鬼谷子》一书中提到了与不同类型的人交谈时应该采用的不同策略。一、与智者言，一于博。与智者谈话要以渊博为原则，必须把自己表现得渊博一点，不是为了虚伪，而是为了建立共鸣。自古英雄惜英雄，当他们感觉到你对事物的理解程度超过了他们，就会对你产生敬佩之情，愿意和你分享交流。如果你表现得很无知，就会觉得你和他们不是一个层次，交谈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二、与博者言，一于辩。与知识渊博的人交谈，要以抢辩为原则。这种人什么都懂，知识面很宽，但不一定全部都精通。与这些人交谈，那就要和他辩论了。你如果不跟他们辩驳，你就只能会成为听众，人家更不当你一回事。因此你需要勇敢地挑战他们，展开辩论。这不仅可以展示你的批判性思维，还能够提高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。一旦他们开始佩服你，那么谈什么都好谈了。三、与辩者言，一于要。与善辩的人谈话，要以简要为原则。当一个人善于狡辩时，你就不要和他争辩，因为这样只会两败俱伤，不利于交谈。你需要精准地抓住核心问题，言简意赅，直指核心，不要让其有拐弯抹角的机会。这样一来，既避免了无谓争论，又确保了对话高效有益。四、与贵者言，一于势。与地位高的人谈话，要以表现出气势为原则，通过在说话时展示出的自信和权威，来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。在这里，所谓的势有2个方面的含义，一方面是造势，要设法让对方感受到一种压力感，这种压力感可以源自你的专业水平，或者是对他们不利的信息等等。另一方面是借势，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或资源。举个例子，你可以提及你的背景、教育经历，或者与重要人物的接触经历。虽然不是刻意炫耀，但这些信息可以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，从而让对方对你有更高的评价。大多地位高的人容易有傲慢之心，你不给他点气势看的话，他会瞧不起你。五、与富者言，一于高。与富人谈话，要以高雅潇洒为原则。和富人谈钱是很不理智的事情，富人通常更愿意追求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话题，所以你要和他们多谈论一些高雅或者有趣味的事物，这样才能获得他们认同，引起他们兴趣。六、与贫者言，一于利。与穷人交谈，要以利害为原则。这些人通常忙于应对生计，没有功夫和你过多的闲聊，除非你能给他带来金钱方面的好处，那才能和你交流下去。穷人比较会更看重利益，你要多说明利害关系，告诉他们可以赚多少钱，获得多少利益，他们必然心动，那么谈话的效果也就达到了。七、与贱者言，一于谦。与地位卑贱的人交谈，要以谦恭为原则。地位卑贱的人内心深处最渴望获得别人尊重，因此要特别小心，不要伤害他们的自尊心。
你要放下身段，坦诚和谦虚的交流方式将有助于和他们建立互信。8. 与勇者言，一语感。与勇敢的人交谈，要以果断为原则。勇敢的人做事雷厉风行，干净利索，他们不喜欢兜圈子。所以在和他们交谈中要坦率直言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即便最后真的不行，也能赢得他们的尊重。如果你在对话时表现得琐碎而不专注，会引起他们的不悦，进而影响以后的沟通。9. 与愚者言，一愚锐。与愚蠢的人交谈，要依靠敏锐思维为原则。这些人可能缺乏知识和思维深度，容易被情感左右。要善于观察和分析，用敏锐的思维和犀利的言辞来说服对方。与他们交流时，你要力求使用清晰简洁的语言，避免使用过多复杂或专业的术语，才能达到与他们沟通的目的。今天我们分享了鬼谷子9大说服术的要诀，这9大要诀总结了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时的潜规则。这9大说服术不仅有助于改善个人交往，也能为现代管理和领导理念提供重要的启发。它们并不仅仅是表面的沟通技巧，更是一种理解人性和情境的方式。通过灵活运用这些策略，你可以更好地与各种人建立联系，影响他们的思维和行为，从而更轻松地达到你的交流和沟通目标。那么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和陪伴。我是新觉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咱们下期再见。